住滚烫的灵魂，我多想抱紧你，把你的恐惧化作信息，不再计较这世界公平不公平，像跟小孩一样安静。我跟着你细数爱的痕迹，每个生命该爱的用力，请让我抱紧你，去爱的彼岸，没有人学习。小李，找一下张桂荣的用药记录。好的。肖医生，张桂荣的检查报告出来了。肺栓塞，要马上溶栓。好。医生，要不就别再折腾他了，让他好好的走了吧。患者还有生存的希望。你是医生，比我都清楚。他已经不行了，这一切的治疗都是在折腾他，就让他体体面面的走了吧。这样吧，我们先对患者进行药物溶栓，之后的事情等张大海来了，你们再商量吧。对家属来说，这是他们人生最艰难的选择。麻烦两位医生，还是给老张继续治疗吧。对不起。13床。张大爷，张大爷，家属回避，室颤，准备除颤。
输液准备好。1、2、200焦，200焦确认。充电完毕，立成。200焦，200焦确认。充电完毕，立成。肾上腺素1毫克进推。200焦，200焦确认。肾上腺素1毫克进推完毕，充电完毕，立成。情况还是不太稳定，要多观察。心跳用没了，让我来。行了，肖医生正抢救呢，心肺复苏快40分钟了。肖医生，我来吧。40分钟了。以张国荣的身体状况，正常情况下，30分钟没恢复自主循环，不能维持血压，就可以宣布死亡了。肖医生不想放弃。这么长时间，脑血氧太小了，根本救不回来了。医生，你不能停啊！你救救他呀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不能停啊！李阿姨，这样，李阿姨，我求求你，真的尽力了，请您节哀。李阿姨，肖医生真的已经尽力了。
白老师，像刚刚张桂荣这种情况，没必要再做心肺复苏了吧？不可能救活的。从医学上讲，是这样，但在医学之外，还有很多种可能。只要有一点生的希望，我们作为医生的就不应该放弃。你知道刚才的抢救对于张桂荣和他的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可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。当医学无能为力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学着接受死亡啊。没错，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可如果是你的亲人，你最爱的人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你是会拼尽一切去救他，还只是轻飘飘地说一句“放弃吧”？因为死亡本身就是生命的一部分。其实刚才的抢救，对于患者的病情来说是多余的，甚至有些残忍。但是对于患者本身和他的家属来讲，是必须的。在死亡面前，我们作为医生的，没有资格说放弃。爷爷，爷爷，医生，我爷爷怎么样了？患者刚刚去世了，请节哀。我爷爷生前对我真的很好。进。白医生，张桂荣他是我的病人。如果你认为刚才我在临床处置中有任何问题，或者有任何违反医风医德的地方，你随时可以去结巴举报我。我是来谢谢你的，谢谢你替我完成了最后的救治。哦，肖医生客气了。其实这些还都是你教给我的，该说谢谢的是我。那个，我要去巡房了。哦，对了，那边有咖啡机，如果你想喝咖啡的话，请自便。我冤枉啊，警察同志，你们抓错人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聚众赌博，真是活该啊！患者身体各器官已经衰竭，这次的肺栓塞引发了心脏停搏，你们进行了40分钟的心肺复苏，自主循环始终没有恢复。你作为一名曾经的心脏外科医生，难道不知道意味着什么？啊？心肺复苏30分钟以上，若患者还没有出现自主循环恢复，那么最终成功的几率降低到1%以下。经过长时间的抢救，就算患者恢复了自主循环，那也很有可能因为脏器功能衰竭而死，或者处于植物状态。那你昨天晚上在干什么？居然还摁断了3根肋骨！院长，这个事情真的不怪白医生，要怪就得怪我，我是患者的主治医生。学会打掩护了，怎么着？以为这是军功章，还争还抢？院委会研究决定，对你们俩通报批评一次。
还不出去？我觉得这件事情，大家以后还是要引以为戒比较好一些。主任，全院通报啊！可以啊，白周啊，又火了。我怎么没有照片啊？凭什么通报我们肖医生啊？又不是我们要坚持抢救的。时间正好到了，走吧。7床该做 CT 了。不对啊，阴谋的气息相当浓啊！这不仅勾起了我的回忆，想当年青少年们的梦想，就是把自己的名字跟校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，不能与你同享荣光，至少拉你遗臭万年。这叫什么来着？小狗妻单恋。滚！正好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。其实我能明白，张桂荣呢已经完全准备好了面对死亡，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靠着药物和仪器躺在那儿痛苦地活着。可能在他心里，他唯一活下来的价值就是给张大海留一笔钱吧。这就是一个老人对亲人最后的爱了吧？但是呢，我以前在读医学院的时候，不管我的老师也好，学校也好，教导给我的都是尊重患者的意愿。这一点我一直没有怀疑过。但今天在张桂荣这件事情上，我开始怀疑自己了。什么是对生命、对死亡最大的尊重？是尊重患者意愿，还是尊重生命和死亡本身？生死伦理本来就很复杂，很难说谁对谁错，也很难说到底怎么去做才是对生命和死亡最大的尊重。但我们能做的就是听从医学，听从理性。对于张桂荣这个事儿，任何人的意愿都不能成为我们做判断的标准。我们作为医生只有一个准则，只要患者还有心跳，我们就一定要坚守到最后一刻。你又在贩卖你的观念了。哎，那个中山路有一家烧烤不错，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歉意，把你拖下水挨处分，我请你。听起来挺诱人的呀。那这么定了。哦，我还叫了徐然、陈志他们，要不然你叫着唐话，咱们一块儿。我这边还有点事，没事儿，你们吃吧。哦。拜拜，宝贝儿。你好，请问吴桂芳老师的办公室怎么走？听得懂了。谢谢。好。吴老师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你好，我是志远同学小时候的班主任，你是他的未婚妻。志远这么年轻怎么救？意外。记得4年级的时候，我让班里的每一位同学说说他们自己长大之后的理想。当时志远同学是第一个举手说，
他长大之后啊，想当名医，要为世界上所有的病人治病。他已经实现他的愿望了，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无国界救援医生之一。本来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！哎，那你这一次来找我是这样的，我听志远以前跟我提过，他小时候跟他的爸爸妈妈还有奶奶一起住在一个叫烟巷的地方。他以前也提到过，想带我一起回来看看。所以我想问问您，知不知道这个烟巷在哪儿？烟巷啊，烟巷我们学校附近好像没有这个地名的嘛。志远有没有收到其他的线索呀？他只跟我提过烟巷这个名字。那个时候每天放学都是他爸爸来接他的，只知道他家是住的挺远的，但是就不知道他具体住哪里。那您看有没有可能联系到他以前的同学？会不会有人知道？他同学到现在真的还有几位在联系的，要不我问问他们，看看他们会不会有什么线索？那麻烦您了。不麻烦的，应该的。又重新进来那是个孩子，输液还是你来的，让那实习生在看房，你再多带带他们。这是医院。四床今天换流水了。我带你看病，走。哎，我不看病。哎，不是找事，不看病，找事，不看病。你找事，这医院小点声，这是医院病历给我。听见没？看病啊！小点声，看病啊！那个哦，没事没事哦，不看不看。哎呀，护士，我爸那脑子有点不好，看病啊！来吧，我来吧。老伯伯，让医生看一下就好了。你可来，您跟我来，跟我来。不看病。好，慢点啊。别乱动啊！哎呀，我不看病啊！乱动你，不看。阿尔兹海默病，好几年了。哪不舒服呀？他这2天一直咳嗽，一直发烧，刚才量过38度1。呼吸。初步怀疑是病毒性感冒引发的肺炎，确切的结果还需要做一些检查。先留观吧，我开点药。辛苦啊，医生。你这个先亮一点啊。我不打针。哎，别动，你那手别动。不是，你不打针怎么治病啊？啊，别乱动，好好躺着。我要上厕所。你不刚上完没5分钟吗？怎么还上？上厕所呀，真的是。哎，你别乱动，你爸你听话好不好啊？上厕所呀，你。不是，你能不能不找事儿啊？你再说一遍试试。没完了，你这一天。别动。哎，你干嘛呢？怎么还动上手了？医生，我爸有老年痴呆，他脑子有点不好使。那也不能这样啊！有你这么当儿子的吗？上厕所呀，上厕所。等输完液再去好不好？他想上厕所，你凭什么不让他去啊？不是，他刚上完还没5分钟，他就是故意的，他找事儿的。老人家这尿频尿急是很正常的现象，你家属要辛苦一点，配合一下。护士，他就是不想打针，他就是故意的。什么味儿啊？是不是尿了？不能，他。你看。不是你不刚上完吗？你是不是故意的吧？啊，你这一天是不是就给我找事儿？什么呀？别着急，这是医院啊，这是医院，别着急。来，先把被褥换了。不，就我来，我来，你们别站着，别站着。我去给你拿新的。你翻个身，你慢点。哎，盖上点儿。哎，这有医生给你撑腰，你有靠山是吧？啊？你还乐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就一天折腾我啊，等哪天给我折腾烦了，你这床上拉床上尿的，也没人给你收拾啊。来，再喝点水来。来，你慢点，喝完再尿啊。哎，你是不是故意的你？啊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
一天天。这个让主任确认以后交给总务处啊。好的，来。护士长，你说最近怎么那么多不孝子孙啊？得了这阿尔茨海默病啊，是挺磨人的。说了你又不听，打又打不得。那也不能是那个态度呀，那可是他亲爹。我估计啊，这时间是不短了。这病最磨家属。这哪算儿子呀？应该叫白眼狼。刚走了一个张大海那样的，又来了一个叫什么程为良，还为良呢，我看叫作恶还差不多。咱们这个社会不是挺正能量的吗？哪来的这么多不孝子孙呀？你又不是他，你是无法体会他的感受的。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护士长，你结婚那么多年了，怎么也不要孩子呀？为了工作啊？我要去趟病房，你嗓子哑了要多喝水啊。哎，护士长。化验指标和影像结果提示应该是肺炎，而且比较严重，有可能会引发急性呼吸衰竭，建议转到 EICU。这么严重？重症肺炎可能会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，转到 EICU 比较保险，但费用会稍微高一些。没事，贵也得治啊。谢谢你，医生。维姐，维秀，你别叫了，他俩都忙着，没时间来看你啊。维姐，维秀，我对你再好也没有用，你就心里惦着老二老三是吧？啊，维姐，维秀，行，我出去给你打电话去啊啊！你好好躺着，别乱动，听见没？维姐，维秀。喂，老二啊，咱爸病了，啊，昨天晚上来的通山医院，有点重，现在在 EICU 住着呢，医生说是肺炎，有可能呼吸衰竭。不，什么叫我怎么照顾啊？你要嫌我照顾不好，你来照顾。没时间就别跟我在这唧唧歪歪的。我告诉你啊，爸要看你跟老三，赶快过来。陈国栋吃药了？不吃药。不吃药怎么行呢？不吃药。你看你还在咳嗽，只有吃了这个药才能治好你的病，知道吗？我喂你。哎呀，不吃药。怎么了？患者不吃药。哎，不是，这个针不能拔。不吃药。为什么不吃药啊？不吃药。我试试。吃了药啊，病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不吃药，不吃药。这个药啊是甜的，一点都不苦，要不你尝尝？甜的，真的。你试试啊。慢点啊。吃完就好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我还是叫家属吧。哎，别，我叫家属。来，不吃药。不吃。不吃药。咱先不吃哈，不吃。你以为给你们打电话是管你们要钱啊？王老三，哎，你摸摸自己的良心，爸看病我跟你个老二要过1分钱没有？老三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回爸看病，不论花多钱，我1分钱都不会管你要。对，我说了，我现在就问你，爸生病了，想见你跟老二，能不能来？能来就快点，废什么话？家属。护士。患者不肯吃药。他这是变着法的折腾。我来吧。不吃啊。医生，是，我爸是不是不肯吃药？喂了好几次都不肯吃。他经常这样。我来吧，你们去忙吧。那您看着点啊，可不能再拔针头了。好。麻烦你了，医生。肖医生，我们先等会儿，我看患者家属情绪不太对。吃药吧，爸。
不吃药，不吃药怎么治病啊？来，张嘴，不吃药，你手别动，爸。哎呀，不吃药，不吃不行，不吃爸，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？医生说你得赶快，你听话，你把药吃。不告诉你别动吗？你干什么呢？疼吗？怎么了？他儿子给他打的，为什么呀？魏耀，你又干什么去啊？肖医生，你还是别去了，我刚看他哭了。他还有脸哭？这都打肿了。魏耀，陈国栋吃药了。小林，一会儿给患者喂完药以后，记得拿一个冰袋给他敷一下啊。好。喝水。慢点，慢点。你干嘛呀？要报警？你是要为刚才那个患者的事情报警吗？刚才那个人他虐待老人，就应该交给警察来处理。你常年在国外工作，遇到这样的问题，先报告警察是没有错的。但是你可能还是不是很了解患者的家庭情况，不然再观察一下再说。你跟我来一下。你刚到急诊的时间不长，慢慢你就会发现，作为一个老急诊，不单单要能看出患者得了什么病，而且要懂得察言观色。你比如说看这家人，你可以看到谁是真孝顺，谁动嘴的，谁动手的，时间长了，能抵半个算命的。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作为医生，我太了解这长期照顾一位阿尔兹海默病的病人，是特别不容易的事情。你的辛苦，其实我们医生都看在眼里面了。但是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你不能打他呀，他是你爸呀。程先生，作为医生，我们都见过太多的悲欢离合。有一句古话叫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，所以对你来说，至少还是很幸福的。你爸爸他起码还在啊。可能在你眼里这是一种负担，但是在我们看来，这种负担也是很珍贵的。不过照顾老人确实挺辛苦的，我看你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稳定，不如您先回家休息2天吧。那怎么行啊？我走了谁照顾我爸？治他们。这个您可以放心，我们医院都有很好的护工在。人有的时候需要放空一下自己，好好想想，对自己来说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李乐，六床的报告出来了没有？还没有。出来了你赶紧告诉唐医生啊，他等着要。顾长，你知道吗？刚陈国栋家属把陈国栋给打了。打了？啊，伤了吗？扇了一巴掌，可严重了。那他是为什么呀？哎，问一下，那个陈国栋哪个床位啊？稍等，我帮你查一下。请问2位是陈国栋什么人？我是他儿子，这是我妹妹。那陈维良是？他是我们大哥。哦，陈国栋在10床，直走就是。哦，谢谢。谢谢。爸，我跟2哥来看你了。老大呢？哦，他刚才出去了。有点空就往外跑，还有脸说尽心尽力。哟，我爸这脸是怎么了？还敷上冰袋了？患者脸肿了，冷敷能促进局部血管收缩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不是说肺炎吗？脸怎么会肿啊？哦，是这样的。2哥，咱爸这脸是被人打了呀？我看看。顾长，
谁干的呀？啊，这谁干的呀？还能有谁干的？肯定是他们觉得咱爸老年痴呆症不听话呗。不是我们，这老人家这么大把岁数了，你们下得了手吗？你们？你能小点声吗？这是医院，你爸爸的伤跟我们没关系。跟你们没关系，那跟谁有关系啊？我看就是你们干的。是程维良。你别胡说八道啊！我哥虽然脾气不好，打清吧这种事儿他干不出来。二哥，肯定就是他们干的。真的不是我们。我看就是你干的。走，找你们领导去。不是我，哎，我看。哎呀，你怎么打人啊？没事没事。你好，先生，这边是医院。都是他，程维良打了患者一巴掌，他们来了，非说是我和护士长打的。你别乱说啊！请副总，我来处理。护士长怎么了？程国栋家属干的，他们把护士长推倒了。疼吗？没事，就擦破点皮，赶紧消毒，预防感染。患者脸上没什么大碍啊，有肿消了就好了。什么叫没大碍啊？要是有人打你一巴掌，你也没大碍啊？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们，同山医院的医护人员不会打骂患者。不是你们打的，还会是谁打的呀？是我打的。大哥，你怎么能打咱爸呢？爸他不肯吃药。那你也不能，他可是咱爸啊。你就是这么照顾咱爸的呀？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照顾？你还用我告诉你吗？你不自称大孝子吗？大孝子就这么照顾咱爸的呀？你们要吵出去吵啊！这是病房。主任。说是刚收治了一个胆管炎的病人是吧？嗯。哦，行，那我去看一眼。好。哎，护士长，说是你受伤了是吗？严重吗？哦，没事的，我就擦破了点皮。哦，你要是需要休息的话，你就回去休息半天啊，我给你批假。哦，不用了，主任，我没事的。以后千万要小心啊，在急诊什么样的状况都可能有啊。您放心吧，我会注意的。陆主任，您不是要去看那个胆管癌的患者吗？胆管癌？啊，您说要看一眼的。对对对。陆主任，胆管癌患者在楼上做检查呢。这岁数大了。护士长，我怎么觉得这陆主任不像是来看患者的呢？我觉得他是担心你的伤，专门来看你的。你这小破孩，你又想说什么？我一直就觉得吧，陆主任对你特别关心。你呀，你们平时管他叫什么？陆妈。那不就齐了吗？陆主任这个人啊，本来就特别细心，关心咱们不是很正常吗？一样。你要再胡说，我亲自上手把你嘴缝起来，信吗？我不用做，我不用做。我呢也不跟你俩说那么多，你俩要觉得我没照顾好爸，你俩就把爸接走。哎，我不行啊！我们家诺诺马上要高考了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我哪有心思照顾爸？我店里一堆事儿，再说了，你是老大，凭什么让我们照顾呀？凭什么？凭爸就不是我一个人爸，也是你俩的爸呀！我问你俩，爸自从得了这老年痴呆，跟我一起住以后，你俩除了过年过节来家里吃顿饭，你俩照顾爸，爸的生活费、看病的钱，你俩出过1分钱吗？你们俩什么资格说我没照顾我爸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俩要是觉得我照顾好，你俩就把爸接走。这些年你一个人照顾爸，你觉得委屈了是吧？但是你别忘了，爸可是最疼你，总瞧不上我跟老三，什么好吃好玩都给你，我俩这钱你破烂玩，是吧？行，这就不提了。后来怎么着？爸厂里好不容易有一个编制的名额，那谁都没给，又直接给了你。你那时候可是有正式工作呀！我跟老三在干嘛？一个在批发市场里面卖衣服，一个在饭店里面做服务员。他有没有想过我们呀？还有，你要结婚了，家里就那么一套房子，他又没和我们商量，直接给了你，我们俩只能出去租房子住。
的。看什么呢？就凭这些，你觉得这些年照顾爸你委屈吗你？所以说你照顾老爸那也是应该的。你俩说这话没有没良心啊？把白的说成黑的，厂里名儿那事爸是非要给我吗？那工作，说是有编制，可是得天天下车间。老二，你那时候卖服装一天几百的挣，你愿意干这工作吗？老三，你在哪上班？5星级酒店，你愿意天天进车间跟一帮糙老爷们在一起吗？你懂什么呀？房子爸是给了我，可他也没亏待你俩呀，他把他攒了一辈子的钱都给你俩分了。要是没那钱，老二，你拿什么当老板啊？老三，没有那钱，你拿什么上培训班认识妹夫？我跟你说这些没用。你要照顾爸就好好照顾，别老是在亲戚朋友面前给我们俩扎针，整得你自己是大孝子，我俩就是狼心狗肺啊！我不跟你俩说了。这样，你俩要能照顾爸，你俩就把爸接走；你俩要照顾不了，我来照顾。照顾成什么样？你俩别跟我指手画脚的。这老大手机怎么老关机啊？人上哪儿去了？你拿起手机打一下来。不用找你们大哥了，他涉嫌虐打他人，已经被警察带走了。你报的警啊？我没有啊。我报的警。有缘的话，我们会再见，道别在心里练几遍，省略了客套的寒暄，拥抱喂饱了想念。谁不会在约定的时间付出最真的一次爱？自己画的句点，自己画圆，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，所有美好留给你慢慢欣赏。好人别哭，这一生没辜负。现在我懂，受苦的不是我，而是陪我来的你。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，所有美好留给你慢慢欣赏。好人别哭，这一生没辜负。现在我懂，受苦的不是我，而是陪我来的你。